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5月16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和你的风格相匹配，对你的投资是有帮助的，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观看到我的内容。纳指终于调整了，这一周纳指一路小跑，总算是跳上了19000点。那巅峰区间果然是多空争夺的关键，不是那么好过的。这不昨天就出现了高位震荡了吗？所以不相信会回调的朋友们，究竟这里是倒车接人还是诱多接盘？老规矩，评论区可以告诉 Lucy。不过呢，我是技术派看 K 线说话的，只要拿捏到了机构资金的动作和意图，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不巧的是呢，我本周拿的是苹果的 Call Option， 所以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股价呢稳如老狗在一个区间震荡。一会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它在憋什么大招。本期呢，我们还是会聊一聊特斯拉、英伟达、苹果公司，还有 PLTR 和 MSTR。如果是倒车接人，在哪里上车比较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特斯拉的走势。那么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看到呢，其实上一条视频呢 ，Lucy 有在这个过程给大家画了一条趋势线。那么特斯拉的话就此在这一根趋势线的一个突破下呢，本周拉出了一个这个连续4根阳线的一个走势。那么就昨天为止出现了回调。那现在我们要去看到底特斯拉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到了高点，还是说就此呢出现回调去回踩它的一个支撑？那么它的支撑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来细细的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先去看一下它的高点呢，目前为止我们预测的361.6毛2这个位置，目前还差一点点没到。那么这是第一点。那如果说这个位置都没有到360块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这个上行的一个这个遇阻的压力位呢，就360这个位置还算是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如果说它现在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就此出现了调整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去看的是昨天的这一根 K 线这根小的一个十字星。那么它现在呢，其实正常情况呢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它其实要去回踩这一根白色的均线。所以说目前为止特斯拉它还是在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如果星期五的话出现了一个这个反包的阳线继续上行，那我们的一个压力位还是要去看到361.6毛2这个位置。所以说目前为止呢，特斯拉它现在还在一个健康的走势当中。那它如果出现大幅回调的话呢，概率不是很大。在这个过程其实呢，特斯拉的话它是沿着5日均线在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如果说真的在回踩到这条白色均线之后呢，出现了上行的话，那么短线的你是可以参与的。那如果说这一段波段没有做到的话，朋友，那么如果你是中长线的话，你要再等一等了，因为它现在很接近压力位了。这是第一个从 K 线上来看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昨天由于调整的原因呢，现在是MACD 出现了一个并没有放大，但是也没有缩小的一个与周三并排一样高的一个柱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能说它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的休整一下，但是呢，不能说它在这个过程资金就要撤退。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我们的特色指标散财童子呢字倒是先出来了，但是白色的云彩和那个资金流出的一个柱子就还没有。所以说现在呢是到了一个预警区，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它越接近360的话是越接近压力位了。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呢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多空分歧了。那么现在呢 Lucy 再拿出一个指标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特斯拉之前的一轮箱体震荡的过程中，筹码峰呢是聚集在了220到280这个区间。也就是说，机构的一个成本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底仓。所以目前为止呢，从292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轮拉升呢，目前为止短期是获利盘是有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有吸引到了一批短期的资金。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出现调整的话，那它不去到360也是问题不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如果说你不想去吃鱼的最后一个尾巴，那么我们就等吃鱼身的这一段。鱼身是哪一段呢？这里 Lucy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根 K 线大家要知道。那么它在这个过程呢是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我们看到这一轮的拉升1个、2个、3个缺口呢，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波的一个拉升，股价呢也从290去到了350。所以说这个过程其实呢有短线的资金有在参与。那么在这个过程，如果说股价出现一个震荡的话，那么这个短线的资金呢，其实会出现一个这个获利这个
出逃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目前为止呢，我的一个看法呢，如果短线啊，大家可以去回踩5日均线，然后呢出现这个日内的交易，或者说隔天的交易，那么我们去看啊330到这个360的一个区间，还是可以啊去这个灵活去交易的。但如果说你是波段资金的话，那么 Lucy 建议啊，你在这个地方呢，还是要以机构的意图为准。那么它如果回踩到啊300块钱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是可以参与的。所以说啊，这个是我们给到啊短线啊和中线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朋友啊一个建议。所以说特斯拉呢，其实在这一轮的话，现在啊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上升走势就还没有走完，所以呢我们看短线啊和中线呢，我们要有一个进退的一个标准，这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我的一个这个看法里啊，其实特斯拉呢近期我是没有再去交易 option 的一个这个理由了，所以它上行的话，现在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机会。当然如果说它真的能回调到啊300左右的话，那我有可能还会去参与它的一个扣单啊，这个是特斯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本周另外一个啊非常强悍的股票就是英伟达。这一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从现在的一个位置呢，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压力位啊，它就还是啊出现了一个这个阻力，也是共同的，因为它的一个股价呢其实连续的飞升，现在呢是脱离了这个短期的一个均线。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黄色的和紫色的均线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金叉，所以说目前为止啊，英伟达借着这个中东的一个大的订单呢，现在出现了啊市值的一个重回巅峰。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左侧的一个阴线参考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135元这个位置呢，就成为了它第一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点。那么现在如果说它正常回调的话呢，我们啊它是倒车接人还是倒车撵人啊？这里大家应该会有答案了。也就是啊 ，Lucy 认为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真的啊回踩这条白色的均线，那就是我们倒车接人的一个位置。那么我想啊，从现在目前的一个 MACD 的一个上涨速度来看，其实呢，它去上攻141块2毛6这个压力位呢，应该差距不大，也就是6元钱的一个区间。所以呢，让它在这个股价啊，在这个过程中休整一下。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的话，你就可以上车的。这个是英伟达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啊，到目前为止呢，英伟达现在还没有出现啊超买的一个迹象，所以现在啊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这个上升的一个走势。我们应该用多头的一个思维来去参与它。多头的思维参与呢，就是逢低啊去买入。那么低价的话呢，首先我的一个参考的点呢，就是这个白色的均线。那么另外呢，就是啊高点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这个止盈的一个位置呢，那就是141啊，这个是短线的一个操作思路。所以说目前为止啊，这个强悍如英伟达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它还有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个加持。首先呢，我们知道啊，它的一个这个权重配比现在目前呢是英伟达从7.8%啊调整到了8.4%，所以啊这个比例呢，就是对于啊这个机构资金它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配比，其实助推了本轮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认为啊，英伟达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这个135呢，不是它的一个终极目标，有可能啊会去向上去试探140或者150的一个位置。那么昨天呢，其实也有会员朋友啊，有这个跟 Lucy 交流，说他比较担心啊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这种啊大阴线的一个回调。其实呢之前啊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呢，其实我想啊，担心的这个朋友们不是个体，应该是会有一部分朋友呢有吃过英伟达的这个亏。所以说呢，如果说啊想进一步跟踪英伟达日内的一些走势的朋友们，那如果说想了解 Lucy 的一个想法的，那么你的福利来了。如果说第一次看到 Lucy 视频的朋友啊，Lucy 会给到大家啊这个美股洞察的一个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啊这个课程是给到我们财生的内部会员的。那么这里边呢会有啊我的一些技术分析，包括日内的走势呢预判会给到大家。那么体验的时间呢，就是每周的周二、周三、周四的下午5点啊。所以说呢，咱们新订阅的粉丝啊，你的福利就是可以给到啊1周3次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体验。那么就像本周我提示到了英伟达的一些这个买入的机会，那如果说你是在本周体验的话，那你听到就是赚到了。另外呢 Lucy 也会有啊我的一个3金共振战法的一个战法的这个参数啊，包括主图的一个均线的一个参数啊，还有副图的一个这个 MACD 啊，还有能量潮的一个参数。那么这个战法的一个使用方法也会一并给到大家。那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学习的朋友啊，跟上 Lucy 的思路，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这个置顶链接里面啊找到 Lucy 的助理。那么你加上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呢，给他发送口令啊，口令2个字呢，就是礼物2个字啊，就可以领取到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和战法的一个这个链接。那么另外呢，本周啊 Lucy 团队的老师啊，还给大家准备了内部的直播教学课程。那么1周的话呢，是有4节课。
那么是时间呢，就是在这个香港时间的上午10点钟啊，会这个准时开启，会给大家讲到很多关于现在市场上一些龙头战法的一些这个方法。那么如果说想一并学习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去跟助理去预约。那么这个就是给到咱们这个新订阅的粉丝朋友。那么如果你听过 Lucy 的这个美股洞察课程啊，你会很喜欢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日内的机会会把握的。我们英伟达本周给的一个这个位置呢是在这里啊，也就是我们美股洞察的一个周3的一个课程。那么当时如果说这个开盘即买入的话，当天包括第2天你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那么这个是英伟达的分析，当然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上行的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有地位的苹果公司。这张图表呢是苹果公司的日内的这个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在这个位置苹果公司其实呢在高点的一个连线呢，我有在上一条视频给大家画过。那目前为止的话，现在这个趋势线呢，苹果公司在本周一共4根 K 线呢，并没有跌破之前的一个跳空缺口，这是一个第一个一个异常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现象呢，就是苹果公司它又没有像英伟达还有这个特斯拉它的一个这个大幅拉升所以说在这个7巨头里面包括权重股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异常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是第2点。所以其实呢，我的一个这个分析呢，就在想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大招会出现这个是我的一个这个猜想。所以在本周的话我拿到的是这个苹果公司的一个 call option而且是这个很多拉升的这种就是 call option 在等待它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本周我的一个这个仓位的一个变化持仓的一个变化就没有太大的一些这个改动。那么苹果公司它在这个位置呢，现在目前呢它走出了一个什么呢？连续2个小的十字星，包括这一个阳线没有跌破它的一个趋势线。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其实让我们大家不免想到英伟达上周的一个走势，它也是在一个趋势线出现了2个小十字星，并没有踩破。所以说苹果公司呢，目前为止它的一个位置呢还算是相对低位。我们看到它并没有去冲击 MA170这个170均线在头顶上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这个合约还是处在这个没有变化过程中至于说后续呢，苹果公司它有没有这个大招体现这个我们拭目以待。不是在本周的这个周5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在下周它会出现一个结果。那我们通过MACD 呢也能看出一些端倪。现在 MACD 呢，其实早在它这一根跳空之前呢，就出现了一个金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战法当中呢，如果说这个第一个金叉在这里的话，其实 MACD 的一个金叉呢也是在本周出现的。那么这是2金。那如果说我们的OBV 那还是能从这一个白线在这个位置不跌破这个黄线起来出现一个第3金的话，那我们的一个苹果公司也符合了日线的一个3金共振战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是想要去看到苹果公司它有什么表现。这个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战法呢去对它的一个分析。另外呢，它的一个特色指标龙头引力呢就与其他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它在这个过程中还刚刚的去突破了一点点它的一个这个区域。那么是否能在加速区得到一个结果的话，那我们就是在下周去看一下。这个是苹果公司的一个走势。那目前为止整体的一个趋势向上，包括苹果的一个这个占比从 9.2% 能去到 9.8%。那么我想机构资金的话，应该在这个位置也埋伏了不少。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这个看涨的一个判断这个是苹果公司。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LTR 这只股票。那么我们看到上周呢，其实这个 PLTR 呢它在我的一个这个大阴线战法里面呢，还是正常的一个这个回踩之后的一个拉升走势。那么在本周呢，由于周3的一个这个大涨，其实呢 PLTR 提前出现了我说的，那么我们会见到比这个125元更高的一个位置。那么本周3的话是出现了一根阳线的一个突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提示到了我们的财生朋友他的一个这个方式后面如何去交易。那么 PLTR 呢是目前为止市场上关注的朋友比较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周3周4的一个走势呢，也是连续2个十字星之后呢，并没有踩破我们的一个支撑线。所以目前为止125元这个位置呢，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星期5的一个 K 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它没有跌破125之后呢，出现拉升的话那我想 PLTR 它就此呢还会出现一波这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拉升。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的特色指标出现了一点点它的一个超买的迹象，但是呢这里面如果说还能有资金的一个不断的涌入的话，那其实呢这个位置只是预警，但不是最终的一个这个目标位。所以呢它还是有继续上行的一个标准。我们以主图的 K 线来做这个参考。
这是第一。所以呢，今天如果说出现一根绿色的阳线突破的话，那我想 PLTR 应该还会有继续上行的一个空间。那么它还是沿着这条白色均线一直往上，那它的一个机会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是 PLTR。我们也能看到如果说今天周五它的一个绿色的这个铸铁能超过前2天的一个高度的话，那它还是会有继续的一个上行。所以短线的朋友们，你可以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是 PLTR 的一个这个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MSTR 的走势。那近期呢，其实 MSTR 的话，它在这个大阴线的一个底，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397块2毛8这个位置呢，不断的出现这个震荡。昨天其实它的一个位置收的一个价格是很玄妙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现价就是397。所以说它现在呢，唯一的一个这个我们参考的点呢，就是它今天是否会这个跌破397。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其实就是跟比特币相关。那么我们知道比特币有这个数字黄金的一个称号。那么在目前的股市一片大好的过程中呢，其实比特币它出现回调也是难免的。所以说 MSTR 如果说它今天跌破这个位置的话出现一个向下寻找支撑的过程，那我想如果说做短期做回调的朋友呢，它的一个这个 put option 的话其实还是可供参考的。那么这个就是 MSTR。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有一些替代的品种，比如说它的一个coin 这个标的，那么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联动的一些这个走势。那么不妨有持仓 MSTR 的朋友你可以去找一些替代那么我们看到了，其实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些这个快速拉升之后的一个这个短期获利回吐的一个这个需求。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MSTR 的话，如果说想做一个回调，那也是具备条件的。另外呢，我们可以说就是看到了它的一个 MACD。那么我们上一条视频有讲过MACD 的话，它现在呢2条线离这个绿色的柱体就比较远，所以说它回调的话呢，也是情理之中。那么现在呢，它昨天的一个 K 线是出现了这个红色的这个死叉，那么这是第一个点我们参考的点。所以呢，不要格局它的一个这个踩到底能踩到哪里，我们只要顺势就可以了。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的特色指标已经出来三个因子。那么如果说散财童子4个字出现的话，那么就是短期的一个高点了。那这个就是 MSTR 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指标出现的就特别明显这个是对 MSTR 日线的一个分析。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纳指的走势。那么近期呢，纳斯达克指数现在来到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很玄妙的位置。为什么 Lucy 会这样讲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在上一次它的一个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区间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在20200的一个这个高点附近呢出现了这个箱体3次没有通过。那么这个就是箱体的一个上沿。那么它的下沿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中途的一个低点。那如果说我以这个低点去画一条直线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天其实是下破了这条趋势线，确定了它其实是一个大跌的一个走势。那么它还通过3天的一个确认去确认掉的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这个支撑与压力的一个互换。那么本周的话，由于这个英伟达和特斯拉的贡献呢，其实纳指又回到了巅峰时刻。这个就是 Lucy 所说的回到巅峰位置呢，它就会出现回调。那么今天呢，也是确认这条线是否作为压力换回支撑的一个线呢，今天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它纳指回到了19000点上方。如果说今天没有跌破的话，那我想它的一个上行空间就还是有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看的是它在巅峰区域能否通过多头的一些这个资金呢去碾压空头无限的去折磨空头。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上行，那么就会有一些权重股的一个助推这个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另外我们看到特色指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只出现了4个字，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因子。所以说它在高位去震荡的话，也是有这个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它在高点是如何演绎的。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段区间呢是我们在高位震荡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它早在上行的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指标，但是我们看到 K 线呢，它并没有止步于这个位置，它还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因子的话，目前为止我看纳指它还没有回调的一个必要。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它还会在高位震荡出现更高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走出这样的一个 K 线的话，那我们就要享受这一段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它在这个区间如何去演绎。那么大家的话呢，最好还是点一下这个 Lucy 的一个订阅。那么后续呢，我还会跟大家一起去来分析纳指的一个接下来的走势。当然目前呢，总结一下Lucy 对当下的行情不悲观，只要它的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
势头还在的话，我们还是把它定义为技术性牛市，那么我还会去以牛市的思维来去操作。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视频分析，那我们的分析就到这儿，下次见了，拜拜。